看真實案例品人間悲歡。大家好，我是瑞，歡迎打開 M2 檔案。從去年12月開始在 TikTok 上就陸續出現了大量叫做 Gypsy Rose 出獄倒計時的短視頻，裡面的內容呢也很一致，就是幾張圖片，上面打上一行高考倒計時似的，還有多少天他就能自由了。可就是這樣粗製濫造，分分鐘能生成一堆的視頻卻個個都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觀看，堪稱是新一代的流量密碼呀。而當這個長達近1個月的倒計時終於在12月28號結束的時候呢，不僅有眾多的網友慕名守候在了女子監獄門口，更有各路媒體架起了長槍短炮，為的就是見證她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上一個在如此高關注度下重獲自由的人，可能還是南非的前總理曼德拉。在高調出獄後呢，他馬不停蹄地開始當起了網紅，開直播、做專訪、上 TikTok， 還跟炒作天花板卡戴珊一家搞起了联动，迅速躋身头部流量，短時間內就在 Instagram 上斬獲了600萬粉絲。當然了，也有人對他的飛速竄紅嗤之以鼻，一個殺人犯而已，有什麼好嘚瑟的？其實這話說的一點沒錯，他呢的確是一個在法律意義上被定罪了的謀殺犯。殺害的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由於這對母女的愛恨情仇相愛相殺是太過炸裂了，在過去的小10年裡一直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不僅登上了各大雜誌封面，被寫成暢銷書，還被 HBO Max 拍成了一部叫做《死了的媽媽才是好媽媽》的紀錄片。Hulu 呢也隨後推出了叫做《The Act》的電視劇， Discovery Plus 上還有一部叫做《Gypsy's Revenge》的紀錄片。Lifetime 電視台也專門將他的6小時獄中專訪剪輯成了2個小時的聖誕特別影片。而流媒體老大 Netflix 也不甘示弱，宣布有一部相關電影已經立項。傳言說怪奇物語裡頭小11的扮演者將以1000萬美元的片酬簽約飾演女主角，挑戰演技，全是從受害者到殺人犯的心路轉變。可以說這波流量在各路媒体那兒拿了個大滿貫。其中HBO Max 的那一版紀錄片更是取得了大量的獨家採訪信息，在拍攝和剪輯上呢层层推进，扣人心弦，硬是把紀錄片拍出了電影大片的味道。甚至還因為拍得過於深入人心，還給正在坐牢的女主角成就了一段姻缘呢。當然了，實在是沒有時間追劇，或者是覺得看英文節目有點累的朋友們也不用擔心，下面我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 Gypsy Rose 殺母案的來龍去脈，以及影集裡面沒有提及的後續的瘋狂炒作，講講為什麼那麼多的家庭人倫慘案中，只有這個案子能夠從悲劇到驚悚劇再到喜劇，最後卻成為了一出鬧劇。讓我們把時間推回到2015年的6月14日，美國密蘇里州的小城 Springfield 的一棟粉色的房子外面，包括警察在內站了一大群人，他們都是在看到一條 Facebook 更新後第一時間趕過來的。那是短短的一句話，說賤人已經死了。要知道，這是一對母女共用的賬號，平日裡頭發的呢都是些母慈子孝、歲月靜好的正能量。突然出現這麼一句言辭激烈還帶髒字的話，實在是讓人們大吃一驚。正當人們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時候，發帖人呢又在下面的留言區留下了一句更加驚悚的話：我砍死了那頭肥豬，還侵犯了他那個單純無辜的女兒，他慘叫的也忒響亮了，末尾還非常挑釁的用了 LOL 這個表示大笑的網絡常用語。那這下子大家意識到，這可能不是單純的被盜號這麼簡單了，於是呢馬上就有人打電話報警，並且試圖聯繫上那對母女。但是不管是打電話還是按門鈴，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因為沒有搜查令所以警察呢也不好貿然破門而入。於是呢，就有熱心的鄰居提出，他可以拆下一扇通往地下室的氣窗，硬擠進去看看情況。結果他剛一進去，就迎面感覺到了一陣寒氣，似乎是有人故意把房子的冷氣開到了最大。但是即使這樣，屋子裡仍然彌漫着一股混合着清潔劑的腐爛的臭味。隨着味道來到2樓臥室，鄰居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個胖胖的中年女子一動不動地趴在床上，身下的半張床墊都已經被鮮血浸透。警方隨後確認，這位死者是49歲的 Claudine， 是個和藹可親、熱心公益的單親媽媽。周圍的人呢都非常親切地稱她為弟弟。
不僅是他慘死家中啊，他那個生活無法自理、長期癱瘓在床的女兒 Gypsy Rose 也不知所蹤了。她需要服用的日常藥物和代步的輪椅都好好的留在家中。難道真的如那個神秘發帖人所說，這個可憐的殘疾女孩也已經不幸慘遭毒手了嗎？而正當警方要發布失蹤兒童的安保警告時呢，卻突然尷尬地發現，他們竟然無法確認 Gypsy 到底是不是屬於兒童。因為啊，從弟弟的家中呢，他們一共找到了3份出生證明，顯示女兒的年齡從16歲到22歲不等。而如果單看這母女2人的照片呢，說這個姑娘只有11、12歲，估計都有人信。不過啊，也有熟悉她家情況的人說，這是因為小姑娘呢患有白血病，先天性發育遲緩，智力也只有6、7歲小孩的水平。可是鄰居家的女孩啊，卻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說法。她說自己啊是 Gypsy 唯一的好友閨蜜，別看她外表看着像個小學生，說話也是娃娃音，但其實絕對是個如假包換、心智成熟的成年女性了，而且還在網上談了一個男朋友，2個人在好幾個月前就計劃私奔。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啊，閨蜜還專門翻出了手機中2人的聊天記錄。從聊天記錄中可以看出來 ，Gypsy 有個叫 Nick 的男友，住在1000多公里外的 Wisconsin 州。巧的是呢，警方的電腦專家此時啊也查出了那個發帖人的 IP 地址，就是位於 Wisconsin 州的一個名叫 Big Bend 的小城。入室殺人、綁架殘疾女孩，讓警方認為啊，這個25歲的 Nick 是一個極度危險和殘暴的人物。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專門從鄰近的大城市申請了20名特警支援，不僅所有人都穿了防彈衣、戴了頭盔，還安排了2名狙擊手埋伏在附近待命。結果沒想到的是啊，才剛剛敲了2下 Nick 的家門，就有一個身穿睡衣、滿眼血絲的中年女子前來開门。問清楚警察的來意之後呢，女子二話不說的就把他們帶到了地下室，並且啊用如释重負的口气對警察说：“求求你们，快把這倆貨給抓走吧！他們就跟兔子一樣沒羞沒臊的，日日夜夜的大搞床上運動，俺們家樓都快被他倆給震塌了。”就這樣啊，警察不費吹灰之力的就逮捕了穿着褲衩的 Nick 以及同樣衣冠不整的失蹤女孩 Gypsy。奇怪的是呢，女孩在被捕的时候啊，面色紅潤，聲音洪亮，健步如飛啊，跟照片上那個病懨懨、無時無刻插着氧氣瓶、風吹就要倒的藥罐子，簡直是判若兩人啊！而且呢，這個兇手 Nick 不僅戰鬥力是個渣渣，智商也十分捉急，不僅是呆呆愣愣、兩眼無神，面對警方的提問啊，問一句答一句，還時不時的答非所問。那個帶着警察去抓人的中年婦女呢，其實是 Nick 的母親。她解釋說，兒子從小就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中的阿斯伯格綜合症，情商啊基本為負，但是呢不太會說謊。警察在 Nick 的房間裡頭啊找到了一個沉甸甸的黃色大信封，打開一看，裡面是一把刀子，不管是形狀還是大小啊，都跟弟弟身上的刀口完全一致。而且根據 Nick 母親的回憶，這個信封是前一天才寄到家裡來的。對，你沒聽錯，他呢居然把殺人兇器打包寄回了父母家裡頭。而被問起為啥會有如此奇葩的操作時呢， Nick 的回答居然是：我們啊不是要坐大巴回來嗎？你說帶着這麼一把大刀子，他上不了車啊。警察聽了都不禁感慨一句：世上傻子千千萬，您這位大哥啊 No.1。相比之下呢，反而是那個據說智商只有6、7歲的女孩呢，顯得思路清晰，能說会道。她說自己啊是在睡覺的時候被那個捆住手腳，強行綁架來的。而且啊，在聽到母親的死訊時呢，她更是哭得梨花帶雨，我見猶憐啊。可是啊，她這些演技卻根本瞞不住警察的火眼金睛。他們手頭不僅有2個人在酒店大堂以及長途客車站的監控錄像，還從2個人的手機中找到大量的自拍照以及視頻。他們呢舉止親密，俨然就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侶，根本看不到半點強迫的影子。在還原了2個人的短信之後呢，才發现其實這個女兒啊才是兇案的主謀。她對男友是各種軟磨硬泡、花式 PUA， 甚至還不惜色誘，為的就是要借刀殺人，置親媽於死地。那個腦子不太好使的男友呢，很快也就全招了。女友不僅早早的就為他準備了兇器，計劃好了作案時間和逃亡路線，甚至連他前往小城的長途汽車票都是女友出錢買的。
案發當晚呢，不僅偷偷開門把他給放進屋，事後啊，女友還負責清潔了凶案現場。而 Facebook 上那2條留言啊，也都是女兒發的。至於弒母的動機呢，一是因為母親弟弟非常反對女兒和 Nick 談戀愛，千方百計的想要拆散這對網戀戀人；二啊，是因為他倆私奔也需要錢，而弟弟手頭至少有上萬美金的私房錢。這讓很多人出離憤怒啊！在認識這對母女的人眼中，弟弟是個完美的母親，含辛茹苦的照顧殘疾女兒這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結果就為了一個才見過一面的男網友，就下狠手殺害最愛自己的母親，這個女兒實在是畜生不如。可更多的人覺得呀，這裡頭可能另有隱情。首先呢，就是女兒看上去健康的不能再健康，能跑能跳，智商正常，甚至有些超常，怎麼就成了一個需要母親全天候照顧的弱智和残疾了呢？更讓人觉得吃驚的呀，是死者弟弟娘家人的態度。当警方通知他的父親和姐妹过来料理后事的时候呢，对方不仅不願意出面，甚至還說出了我們不要骨灰，你們拿去沖廁所就行了這樣的狠話。細問之下呀，娘家人直接爆出了一個驚天大瓜呀！原來弟弟當年竟然還曾把自己的母親活活餓死，還企圖毒殺繼母和姐姐，現在被自己的女兒殺死，也算是天道輪回，報應不爽啊！辦案的警察是怎麼都沒想到，這弒母案還沒開庭呢，就先有了意外收穫。根據娘家人接受 HBO 採訪的時候的說法啊，弟弟是這家5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從小就心臟不好，體弱多病，也因此呢得到了父母更多的關心和照顧。而我病我有理的奇葩理念也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裡。一旦他提出的要求父母没能滿足，那弟弟的身體馬上就跟裝了個開關一樣，立馬就能躺床上一病不起，百试百靈。也許是因為每次一生病就会被父母加强营養，他到了高中的时候啊，体型就開始圓潤起來。雖說五官還是漂亮，得以參加當地的選美比賽，可是一旦到了展示身材的泳裝環節呢，很快就被其他苗條纖細的選手啊給比了下去。選美之路的失敗讓他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整個人啊也變得神神叨叨。他的高中同學回憶說，弟弟啊經常用一些羊角、牛心之類奇怪的東西，在更衣室裡就開壇做法，要咒死那些比他更漂亮、人緣更好的女生。詛咒起沒起效果不知道啊，但是他常常是一身腐爛血腥的臭味，讓同學們更是对他退避三舍。最後學校都不得不出面，在中學最後1年將他勸退回家了。上大學無望，弟弟在高中畢業後幹過超市收銀、清潔、打雜等等臨時工作，還在接受了幾個月培訓之後，成為了一位老人院的護工。但不久後啊，就因為對待老人過於粗暴而被辭退了。24歲那年呢，他在一間當地酒吧結識了一個才17歲的男孩，在荷爾蒙的作用下，兩個人很快就乾柴烈火，一拍即合，並且在3個月後不小心搞出了人命。在民風淳樸的美國南方小鎮，女方未婚先孕是件大事兒。思慮再三，小男友最終跟她領證結婚。6個月後啊，他們倆的女兒就出生了。因為兩人都是當時大熱的搖滾天團槍與玫瑰的鐵粉啊，於是給她起名 Gypsy Rose， 也有人親切地稱她為小玫瑰。小玫瑰出生的時候呢，生父 Rob 其實才剛過18歲生日，自己也還是個孩子，根本无法承擔年紀輕輕就要為人父的重任。於是孩子生下來還不到2個月，他就非常可恥地逃離了家庭，並且以結婚本身就是個錯誤為理由提出了離婚。不過啊，他還是一直每月按時支付孩子的撫養費，從一開始的每月200-300到後來漲到近2000塊，直到小玫瑰18歲成年。而且啊，在他小的時候呢，父親每年也會帶着禮物過來看望幾次，直到後來啊，被強勢的弟弟徹底罵走。不過啊，弟弟在採訪中卻描述說，前夫啊就是一個逃避家庭責任、1分錢都不給的大渣男。而在後來的版本中啊，他乾脆就成了一個車禍身亡的死人，以至於當後來警察找上門調查的時候，看見活蹦亂跳的亡夫，還以為是活見鬼了呢。而前夫變成亡夫，其實僅僅只是弟弟這一生說過的無數個謊言之中的一個。在小丈夫跑路之後呢，弟弟便帶着女兒搬回了娘家。父母不僅要照顧襁褓中的外孫女，還要照顧受到失戀打擊一病不起的弟弟。就這樣照顧一大一小整整半年，父母也覺得有點熬不住了，
尤其是女兒弟弟，口口声声說自己受到了刺激，全身无力，无法工作和看孩子。可是每天呢，这饭没少吃，街没少逛，錢沒少花，除了不能幹活，別的事兒啥也沒耽擱。就當他們下定決心要把這對啃老母女掃地出門的時候呢，卻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小玫瑰病了。一開始只是普通的感冒發燒，食慾不振，但是很快就發展到了夜夜啼哭、抽搐和呼吸困難。看見外孫女病得這麼重，外公外婆呀也不再提讓他倆搬出去的話了，而是全心全意地照顧小玫瑰，不管是經濟上還是精力上，都做到了有求必應。可是哪怕是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呢，孩子的病情卻是越來越重，甚至出現了呼吸暫停、心跳紊亂等嚴重的症狀。也不知道到底是醫術不佳，還是小城這人口比較少，醫生們的經驗不足，檢查是做了一大堆，但是連病因是什麼都沒查出來。最後啊，醫生只能模棱兩可的在他的病歷上寫下了先天性染色體異常，可是對於該如何治療卻是一籌莫展。相比心急如焚的外公外婆呢，母親弟弟情緒比較穩定，他經常會帶着女兒去其他的大城市看病，每次不僅會帶回各種處方，還能建議小城醫生如何給小玫瑰治病。對於這些弟弟給出的建議和用藥啊，醫生们雖不說是言聽計從吧，但至少也是來者不拒。可能在他們看來啊，這孩子打小會吃飯的時候就會吃藥了，身板估計早就廢了，拖一天是一天。順着當媽的意思來啊，盡人事聽天命吧。於是啊，在弟弟的要求下，小玫瑰不僅每天要口服和注射10幾種不同的藥物，還經歷了氣管切開、骨髓穿刺等非常痛苦的治療，甚至還一度被插上了進食管，所有的食物被打成糊糊以後，直接注射到胃裡。這些所謂的治療呢，對生長發育造成了不可逆的嚴重傷害。小玫瑰眼看着到了入學的年齡，卻只有3歲孩子的身高體重，肌肉萎縮，骨骼變形，無法站立，日常只能通過輪椅代步。而這個時候，外婆也突然病倒了，並且病情發展極快，不到1個月的時間，就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於是弟弟以自己曾經當過護士助理為由，主動地留在家裡頭照顧病重的母親。而還在醫院住院的女兒呢，則由外公負責。只是不久後啊，外婆就在家中去世。根據前來奔喪的另外2個女兒描述，母親面頰凹陷，死不瞑目，床上滿是排泄物，臭氣熏天。他們質疑是不是弟弟照顧不周，母親在死前缺水少食。聽到這話呀，弟弟是破口大罵，說他照顧癱瘓在床的母親已經夠辛苦的了，姐姐們不僅啥都沒幹，還要張嘴逼逼，實在是豈有此理。那道德綁架，法力無邊啊！姐姐們被懟之後呢，不僅是沒有繼續追查母親的死因，反而還簽字放棄了遺產，讓弟弟一個人獨占了幾乎所有母親的遺產。這段情節啊，在電視劇《The Act》裡面被演成了是因為母親發現弟弟一直在暗中毒害小玫瑰，於是呢威脅報警，結果卻被女兒下了大劑量的鎮痛劑後活活給餓死了。但是在 HBO 的紀錄片裡，其實娘家人一開始並沒有想到弟弟會狠到投毒殺害自己的母親。直到幾年後的一個夏天，弟弟帶着小玫瑰去父親新買的農場度假。當時啊，不僅幾個姐姐都應邀前來，父親後來娶的老婆也在。結果一家人團聚後沒幾天，繼母和幾個姐姐都相繼出現了全身乏力、頭暈目眩等症狀，跟當年母親去世前啊是一模一樣。家裡的車庫呢，還莫名其妙地出現了一個劇毒除草劑的空瓶子。終於察覺到有點不對勁的一家人啊，再度質問弟弟，並且啊，把他母女2人的直接趕了出去。說來也怪啊，弟弟才走了沒幾天，所有人都滿血復活，不治而癒了。儘管不曾拿到他下毒的確實證據，但是啊，這一家人從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弟弟去世，娘家人要把他的骨灰冲廁所的由來。如果說娘家人以及那個18歲的前夫都算是僥幸逃過一劫，那麼從小就在弟弟身邊長大的小玫瑰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當我們用上帝視角來看，弟弟一直用下藥以及心理 PUA 醫生的方式讓他不停地生病，而且越來越嚴重。這種行為在心理學上其實有個專有名詞叫孟喬森綜合症。根据維基百科的定義呢，這是一種通過假裝有病、說謊、欺騙醫生，甚至主動傷殘自己或其他人，以獲取同情心的心理疾病。那如果只是自己有求醫癖、住院癖，倒還罷了，
充其量就是浪費醫療資源。但是像弟弟這樣傷害女兒的，通常就不是求同情博關注這麼簡單了，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求財。在花光了外婆留下的遺產後呢，母女二人申請住进了医院旁邊的一處公益福利房，不仅是房租全免，而且家具以及廚房用品都一应俱全。但是这样的房子是只提供给那些有重病需要治療的孩子及他們的父母的，一旦病情好轉，不再需要治療，就必須要搬出去了。於是在弟弟的一手操控下，小玫瑰在人生的前10年裡是哮喘、癲癇、心臟病、肌無力、弱視弱聽，甚至是白血病都得了個遍。到最後就連不少的醫生都斷言这個可憐的孩子活不到成年。為了做戲做全套呢，弟弟會定期的剃掉女兒的頭髮，給她吃各種抑制生長的藥物，還以免疫力低下為由，讓只上到2年級的她休學在家。可能對別的小孩來說，打針吃藥已經算得上是人生噩夢了，可是放到小玫瑰這兒根本就是家常便飯。最痛苦的呢，是她還需要定期的更換進食管。為了保證插入的準確性这類操作通常不會或者很少使用麻藥。這對於才只有幾歲的小孩子來說，無異於是每幾個月就要經歷一次的酷刑啊。但是其實他完全可以自主進食。當弟弟在家的時候呢，也經常為了圖省事，直接讓女兒吃炸雞、漢堡等普通的食物。但是這也導致他的進食管插口反覆感染，嚴重的時候危及生命。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他需要坐輪椅這個事上。弟弟只有在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會讓女兒坐在輪椅上行動。一旦關上房門，小玫瑰立刻就成了一個能跑能跳的正常孩子。這裡面堪稱殘忍的是弟弟私下裡為他注射了大量的肉毒桿菌，形成了面部的腫大，無法控制的流口水，然後再以他吞咽困難、有窒息風險為由，說服醫生動手術，切除了小玫瑰的唾液腺。這不僅讓他終身遭受口腔乾燥、無法正常咀嚼、濕潤食物的痛苦，還嚴重影響了他的語言能力，吐字含糊不清，發音困難。這些做法和那些故意把孩子的手腳打掉，然後沿街乞討那些人販子是異曲同工啊。只是下狠手的是他的親生母親。弟弟對小玫瑰的精神掌控如同對待一個提線木偶，不管是面對醫生還是前來採訪的媒體，他永遠緊緊拉着女兒的手，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母女一心，但其實是通過調整手上的力度來警告女兒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就這樣，他們不僅得到了長期免費的食宿、政府每月的現金補助，還有社會各界好心人源源不斷的捐助。這類愛心捐款呢，少則幾塊，多則上萬，時不時的還會有各種其他的隱性福利。比如環球影城就曾經專門為他們閉園4個小時，所有的遊樂項目無排隊暢玩。而他最喜歡的電影《魔戒3部曲》的主演也專程前來為他合影簽名，給足了牌面。而這樣獻愛心的活動在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南部的時候達到了頂峰。在那起幾乎摧毀了整個新奧爾良的恐怖災難中，近2000人死亡和失蹤，無數人失去了家園，其中也包括了弟弟母女。一位前往救援的女醫生在看到滿目瘡痍的慘狀之後呢，忍不住流下了淚水，而旁邊坐着輪椅插着氧氣管的小玫瑰卻帶着一臉堅強的微笑，主動安慰她說，沒關係的，我們都會好起來的。這令人感動的一幕被在場的一名記者看在眼裡，第二天就寫成了一篇催人淚下的報道，給災區人民甚至是全美國人民傳遞出了滿滿的正能量。不過後來當警察調查弟弟遇害的案件的時候，卻聽到了另外一個版本。母女倆當時常住的小城其實距離颶風的登陸點隔了好幾百公里。當時兩人本來是想去佛羅里達參加一個募捐活動的，走到半道突然從收音機裡聽到了颶風來襲的消息，於是立馬調轉車頭逆向進入災區，並且碰瓷兒成功。不管怎麼說吧，當時二人的確就是這麼一舉成為了感動美國的名人。那位救災的女醫生更是從中牽線搭橋，把他們重新安置到了密蘇里州。為了迎接這對母女名人的到來，當地上百名志願者加班加點的在安置點的一處空地上修起了一棟小屋。為了方便小玫瑰的輪椅出入，房間的門和走廊全部都是特制的尺寸，屋裡屋外也全部刷成了她最愛的粉色。
為了更有儀式感，小玫瑰在房子竣工的時候，親手在門口敲下了最後一顆釘子，還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她一定會努力生活，養好身體，報答這些好心人。不過也有少數人對這對勵志母女呢略有微詞，原因是他們實在是太高調了，得到的社會援助也太多了。其他的那些颶風受害者的安置金算起來可能只有他们几十分之一，更別提其他的免費福利了。但是他倆卻跟個貔貅似的，講究的就是個只進不出。前面提到的那個鄰居閨蜜就回憶說弟弟母女呢搬入粉色小屋後不久，就有一家電器行送來了全套的家電，其中還包括了當時挺稀罕的高清投影儀呢。弟弟當晚就把投影儀搬到了院子裡，拉起了巨型幕布，說要履行承諾，回饋社區，請附近的孩子们都過來看一場免費的電影。結果這電影放到一半，弟弟就推着坐着小輪椅的小玫瑰出來了，他手裡頭呢還捧着一個盒子，幹什麼呢？當場進行募捐唄，而且還把那些個品牌方捐贈的爆米花汽水那些零食加價幾倍進行銷售，這麼算下來，比去趟電影院還貴了不少。這類事兒雖說小，但是不免讓人覺得這母女二人看上去歲月靜好，但私底下算盤打得門清。但是誰都不敢真的說什麼。因為不管是歧視婦女兒童，歧視殘障人士，還是歧視孤兒寡母，甚至是歧視弟弟的體重隨便一頂帽子扣下來，都能讓人吃不了兜着走。而他們搬來密蘇里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老家，小玫瑰的病情已經有點瞞不下去了。就在他們離開的1個多月前呢，有一個很有責任心的醫生在對她進行了身體的檢查後發現她的腿部肌肉發育正常，完全可以自由走動。於是堅決不同意按照弟弟的要求開出大劑量的止痛藥，並且還在病歷上寫明這個孩子沒病，但是他媽媽卻懷疑是有孟喬森綜合症。得知此事的弟弟呢，試圖通過賄賂醫院的方式把病歷給拿出來，但是卻遭到了拒絕。好在這個時候颶風突然來襲，於是他便以女兒的治療記錄都被摧毀了為理由，重新在不同的醫院建檔，順帶着還把女兒的年齡從14歲改到了9歲。為的就是能激發很多人同情心的同時呢，再多領幾年的兒童補助。可是不管他怎麼改動年齡，孩子該長大還是會長大。2011年，實際年齡已經20歲的小玫瑰迎來了她的初戀，那是一個年長她15歲的男網友，兩人相約一起去看科幻展。結果這場奔現還沒開始就迎來了結束。弟弟呢跑到男網友的賓館房間，把一張出生證明拍到了他臉上，說女兒才15歲分分鐘都能抓你去坐牢。被虎媽嚇了個半死的男網友從此再也不敢聯繫小玫瑰了。這段戀情呢就此胎死腹中。小玫瑰不僅被母親收繳了手機和電腦，還被用一根鐵鏈子鎖在床邊整整3個月，以示懲戒。而這段時間裡呢，弟弟又開始在家裡頭開壇做法，要咒死那些企圖對女兒不軌的臭男人。但是事實證明少女一旦動了春心，那是太上老君來了都沒用。1年以後，小玫瑰又在網上給自己聊了一個男友，這兒咱們就不賣關子了，他就是後來殺害弟弟的那個大聰明 Nick 呢，嚴格說起來只比小玫瑰大了3歲，但是已經在警察那兒有了好幾項案底兒，包括他曾經在一家麥當勞的廁所裡頭進行了有傷風化的行為，說白了就是在廁所裡頭打飛機。按理說這類行為儘管不恰當，似乎也不會到驚動警察的地步但是根據現場一位店員的證詞他在裡頭待了足足9個多小時，嚴重影響了人家麥當勞的營業不說，哪怕是有人在外面反复勸說，他也不停手，還不停地發出一些讓人聽着十分尷尬的奇怪的響動。9個多小時，只能說這個大哥在這方面的勁頭堪比上了班然後還要主動加班的勞模，是要把鐵杵磨成繡花針那可想而知，小玫瑰的這段戀情肯定走的不是什麼清純校園風。2個人上手沒多久，就開始坦誠相見的裸聊，甚至連捆綁一類重口味的話題都是信手拈來。在網上這麼乾柴烈火的過了快1年的乾癮，那2人呢終於在一間電影院見了面，不過還不是單獨約會。小玫瑰和母親是一起來看真人版的灰姑娘的，而 Nick 则假裝是個不認識的路人甲，買票看了同一場。開場沒多久，2個人就暗地裡頭眉來眼去，然後前後腳呢以上廁所為由離席，
隨後啊，就在電影院的洗手間裡頭來了場生命大和諧。這個奔放程度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初嘗禁果之後呢，兩個人便開始在網上計劃私奔，但是卻遇到了2個難題。一呢，是母親弟弟肯定是不會同意的；二啊，是他們手裡头都沒錢。商量來商量去，腦子稍微好使一點的小玫瑰就提出，只要把弟弟給做掉，這俩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呀。之後啊，就像咱們開頭说的那樣，她給男朋友買了长途汽車票，再利用和母親外出购物的機会，偷了一把刀，藏在輪椅裡帶回家，然後在案發當晚偷偷的溜下樓，打開房子的後門，讓男友進屋行凶。值得一提的是啊，明知母親的生命馬上就要走到終點，小玫瑰卻在那晚表現得非常的冷靜。两人不仅在睡前聊天，還互相塗了指甲油，母女2人難得的有了一段溫馨快樂的時光。弟弟对女兒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不要再吵架了，你也別再說那些傷害我的話了。結果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不到1個小時，就被女兒的男友亂刀捅死在了床上。男友在行凶的時候呢，小玫瑰躲在楼上的洗手间裡头，用手捂住耳朵，但是依然能隐隐地听到母親在喊她的名字呼救。但是沒過多久，一切就歸於平靜了。之後更離譜的是啊，兩個人在明知隔壁屋裡頭有具屍體的情況下，迫不及待的當場就啪啪啪，把這個很黃很暴力是詮釋的淋漓盡致啊。至於為什麼會主動的在臉書上暴露殺母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呢，是因為良心不安，想讓警察早點發現屍體。不過那個唯一的閨蜜卻認為啊，小玫瑰完全不愛那個傻子，完全就是想要利用 Nick 去除掉母親。既然目的已經達到了，那麼對這個滿腦子只會想着胯下那點事的男友，也是時候卸磨殺驢了。後來的走向似乎也真如閨蜜所說啊，這個 Nick 呢是1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終身监禁，不得假釋。而主謀小玫瑰卻是以一個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在開庭前對2級謀殺認罪，被判入獄10年，但是實際坐了8年牢，就獲得了假釋出獄。這個故事啊，並沒有因兩人的雙雙入獄而結束，反而在網絡的推波助瀾下是愈演愈烈。很多人開始質疑他是不是在故意博同情而獲取了輕判，理由呢是儘管他口口聲聲地說在強勢母親的操控下，就算他真的說出真相，也不會有人相信啊。所以呢，只有殺死母親才能真正的獲得自由。可是事實上卻是，哪怕他一個字不說，就是單純的從輪椅上站起來走2步，那些謊言啊也会不攻自破的。但是他卻沒有這麼做，反而是選擇了用殺人這種最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當然了，也有很多人為他辯護，說這就是被多年 PUA 留下的後果，就好像是一直被關在籠子裡的小鳥，哪怕是給你打開一扇門，你也不敢飛，不知道如何飛。這些支持者中啊，不乏一些名人，其中就包括了卡戴珊一家以及奧斯卡的一拳超人威爾史密斯。而隨着小玫瑰在獄中留起長髮，妝容打扮開始向同齡女孩看齊，變得越來越漂亮的她呀，也吸引了不少的宅男顏粉。入獄後不久，小玫瑰就給男友寫了一封信，要求分手了。之後呢，她就以交筆友的方式開始了好幾段戀情，還跟其中的一個人啊訂了婚。不過呢，這段鐵窗戀最後還是無疾而終了。2021年，一個名叫 Ryan Anderson 的中學教師，在看完了那部 HBO 的紀錄片後，對裡面的女主角深深的着迷，隨後啊主動寫信求交往。2個人在書信往來1年多以後，在監獄中舉行了婚禮。這本來應該是一段衝破了世俗枷鎖的美好戀情啊，但是當網友們見到這個老公的照片時，卻不免驚呼：這長相，這體型，簡直就是弟弟的男版啊！難道說小玫瑰兜兜轉轉，最後又給自己找了個媽？可是啊，他倆的相處方式卻似乎掉了個個兒。面對記者的鏡頭，經常是小玫瑰大方自信，侃侃而談，而老公在旁邊啊，顯得有點唯唯諾諾，化身巨型人肉背景板了。在一次採訪的影片中呢，老公無意中跟了一句：“你其實也沒上過什麼學。”結果啊，小玫瑰聽了之後，馬上就變了臉色，眼神凌厲，明顯用手推了他一把，還用口型說了一句：“閉嘴。”然後啊，老公就跟受了委屈的小媳婦兒一樣，低了頭，一言不發。不僅如此啊，2個人在出境的時候，常常會看見女方緊緊地攥着老公的胳膊，簡直和當年啊弟弟對待女兒的方式如出一轍。也許啊，
這也是他從小到大唯一從母親那兒學到的相處方式。也許他最終还是活成了自己討厭的樣子。儘管有關小玫瑰的爭議与日俱增，但是他還是以这场網絡狂歡所带來的巨大流量，短時间就吸金300萬美元。而如果放在他的前半生要掙到这麼多的錢，天知道要經歷多少肉體的折磨才能得到。而他那個多年未見的親爹、同父異母的妹妹，還有繼母，也都站在這個風口開直播、拍抖音，真的是體現了什麼叫做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許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真正領會到卡戴珊一家的精髓，流量只分大小，不分好壞。感謝收看 M2 檔案，如果您覺得视頻還不錯，別忘了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咱們下期再見。